为什么人类很难捕捉小行星撞击地球？2013年2月15号，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，一颗直径约20米的陨石猛烈地冲入大气层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随后，它在离地面30公里处爆炸，但是爆炸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直到整整90秒后，巨大的冲击波来了。就这90秒，很多人感到好奇，就朝那个方向望去。他们看到天空中的烟雾纷纷都在撑起，哇，好看！结局你可以想象，此时数千人的脸和眼睛都扎入了玻璃碎片。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趴在窗户下观看这次爆炸，冲击波损毁了数千座建筑物，并造成了1200人受伤。不过就在同一天，科学家预言一颗小行星会近距离飞过地球。在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发生过后16小时，一颗类似大小的行星到达了地球表面27000公里处，这比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还近。尽管他们正确预测了这颗小行星会近距离飞过地球，但是他们却完全错过了在俄罗斯空中爆炸的这颗陨石。实际上，这种情况一直存在，我们并不擅长在小行星撞击我们之前发现它们。自1988年以来，有超过1200颗超过1米大小的小行星与地球相撞。在这些撞击当中，我们只检测到了5个，而且都是在撞击当天检测到的。现在科技发达，有这么多望远镜，很多人、很多机构都在观测。为什么人类很难捕捉小行星撞击地球呢？假如有一颗很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，我们又该怎么办？小行星是太阳系形成后的残余物质，45亿年前，岩石和尘土聚焦在一起，融合成原行星。在它们内部有铁、镍和铱等重金属沉入核心，在表面留下了较轻的硅酸盐矿物质。其中一些原行星长成了今天的行星，可是更多的原行星彼此撞击变成碎片，这些碎片继续绕着太阳公转，然后彼此撞击，变得更小，变成了小行星。这就是为什么部分小行星结构如瓦砾的原因。这块陨石主要成分是铁，本质上它是小行星的内核，在45亿年前形成，这是你见过最古老的东西了。大多数小行星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有稳定的轨道，但是有一部分来到了地球的周围，它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，以至于后来霍金说，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最大的威胁。说到这里，人类找到小行星的难度却非常大，大多数是由地面上的望远镜发现的。找这些小行星，你必须拍摄一系列照片，比如这4张连续的照片，将它们合并起来，就会发现有小行星正在移动，而离我们远的物体，那些星星和星系是相对静止的。其实小行星的个头都不大，它们一般在几米到几千米，在茫茫宇宙中，像这样的物体很难捕捉。可怕的是，哪怕是很小的小行星，对地球的伤害也是很大的。前面说到车里亚科宾斯州陨石直径约20米，就造成了1200多人受伤。可以想象，陨石撞击地球其危害不可忽视。另外，小行星的表面非常粗糙和黑暗，它们大概只会反射15%的光。当小行星被太阳完全照亮时，我们才能勉强捕捉到它们，而更多的小行星躲在黑暗的角落，对地球时刻造成威胁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发现并分类了100万颗小行星，绝大多数位于小行星主带，但是有24000个小行星在近地轨道。即使你捕捉到了小行星，也很难判断是否撞击地球，因为在整个宇宙天体中，所有行星都会稍微拉扯近地小行星，从而改变它们的轨道。说白了，就是这个数值太大了，相互之间又有引力作用。过段时间导致的结果就是，最后你都不知道小行星跑哪儿去了。大家都听说过恐龙灭绝几个观点，其中最有权威的观点认为，恐龙灭绝和6500万年前的一颗大陨星有关。据研究，当时曾有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坠落在地球表面，引起一场大爆炸，把大量的尘埃抛入大气层，形成遮天蔽日的尘雾，导致植物的光合作用暂时停止，恐龙因此而灭绝了。不过有一点怪博士要说的是，小行星很难捕捉，不代表10千米的小行星不能捕捉。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啊，我们知道未来100年内并没有10千米大小的小行星撞击地球，人类死于10千米小行星的概率为0。在我们有生之年，不会有类似恐龙灭绝的事件发生。当然，哪些1000米以内的小行星，其危害程度并不小。未来人类要做的是提升科技水平，准确捕捉它们，提前做出预警，避免更小的损失和危害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老规矩，留下你的3连，期待与你积极互动。